Hello， 大家好，咱们这一期2023年的紫微斗数简明星命盘带来的是大 S 和小 S 命盘的对比。那大 S 的命宫主星是贪狼星坐命，小 S 命宫呢是空宫。那我们要看它的对宫，它的迁移宫是天机巨门星坐命。那么本期视频呢，我想从4个方面来聊一聊他们两个人命盘的差异化。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大 S 的命宫是有主星的状态，然而小 S 的命宫是没有主星的状态。那对于空宫的人怎么看，以及空宫的人和有主星的人他这个性格方面的一些优缺点，那我会在第一趴中给大家讲到。那第二点呢，我想说他们两个不光是有主星和没有主星的区别，那其实他们两个格局也不一样。那就像说我们把人分成各种主星不同，它会分在不同的阵营里面，那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是一个 team 里的人。第三点呢，我想聊一下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他们的择偶以及婚姻观，他们的夫妻宫真正的差异在哪儿？那也说为什么大 S 在婚姻中恋爱中如此果决，为什么小 S 如此的优柔寡断？好，那我们先说这个命宫有主星和命宫没有主星的人，空宫的人，那其实状态会差异化非常大。那简单来说，他们有几个特点有主星的人，他的性格形成就是在你出生的年月日时和出生地那个经纬度、自然环境的规律，然后会给到你一个主基调的性格。那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向感性，有些人比较偏向理性，有些人呢，他可能喜欢去冲锋陷阵，有些人呢就比较安静沉稳。那这个主要的性格，它会伴随你一生。那么你所有每个10年或者每一个流年遇到的运势，它都是在你有主星的性格基础之上。那针对于大 S 这张命盘，其实之前我有做过分析，大家可以翻一下那个我之前的 vlog， 他的命宫他的贪狼星的性格，其实我在那个视频里讲的比较清楚。那我们讲说像大 S 这种性格的人呢，她命宫的特质就会很凸显，然后别人会觉得这个女孩子一直相对来说她的性格特征很明显，包括别人会往她身上贴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标签的这种感觉。那么小 S 的状态呢，其实她命宫没有主星，她是一个空宫的状态，她所有的性格的表现其实都是在她的外在，就是在她的迁移宫里面，但她里面是一个空宫，她没有主星。那没有主星的人呢，就有一点点好，也有一点点不好。那好的点在于，他会在一些他非常好的10年的运或者流年的运，或者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拖起来的这样一个命格的呈现。那么如果你容易好，其实你也容易变不好。那么当你碰到一些不符合你命格的运势，或者说你在某一年特别北，然后呢就是做什么不成的时候，其实空宫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倒的。那么再加上小 S 这个格局的特质，一会儿我第2趴讲那她的性格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以及情绪和内心的波动。所以呢，那当大家看到这个小 S 的样子，其实是她时而好，她时而不好。那其实对于这个命宫有主星的人呢，我们经常见。那大家看我之前做的系列里面其实命宫有主星的明星偏多一些，那他们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很清楚、很明确去努力。那么命宫空宫的人呢，相对来说少一些。空宫的人呢，他的可塑性非常强。如果他赶上周围有一些很好的人在协助他，在帮助他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会有一个提升。但当他周围的环境是一些不好的人，就像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话，那空宫的人往往就会堕入一个非常不好的深渊。那基于大 S 跟小 S 本身的性格体现，那我们想大 S 本身也是一个姐姐的状态，所以在这个2个人的关系中呢，姐姐一定是占主导性的。那么空宫的人呢，相对来说就是配合格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所以呢，小 S 非常的去听取大 S 的意见，那同时又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们所谓的大 S 有主见，或者是小 S 感觉他有一些懦弱呀这些，那其实并不赖他们，因为不管你命宫有主星还是你命宫没有主星，其实它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第2点，那其实他们真正性格的差异化来自于他们的格局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紫微斗数里面，其实有4个主要的格局，第一个叫基月同梁加上日巨天机、太阴、天同、天梁、太阳、巨门的命宫有任意一颗的话，那你就属于这个第1个 team 里的。第2个我们讲叫子午连、紫微、武曲、廉贞坐命的是第2个 team 里。第3个呢，我们讲叫杀破狼、七杀破军、贪狼如果你坐命就是在这个 team 里。最后一个叫辅相、天府跟天相坐命的朋友，那就在这第4个 team 里。那当然它会有融合的部分，因为有双星的朋友，有可能你2个 team 你都兼顾。那么这个大 S 跟小 S 呢，分别站在2个就是相对来说性格非常迥异的阵营里面。那之前我说了，大 S 的命宫做贪狼，那么大 S 就是杀破狼这一个 team 里。那除了贪狼这一颗算是不吉不凶的星星，那其实七杀加破军这2颗我们都是扼要的组合。那我们再看一下小 S 小 S 是空宫坐命，那我们就要看它的对宫，它的对宫是天机加巨门，那它其实是基月同梁会日巨这个格局里面。那在这个 team 里
里面，其实除了巨门这一颗是恶曜，那其他的这几颗坐命的全部都是大吉星。那我们先定好一个基调，他们两个所占的阵营里面的配比就不是很一样。那么最大的性格来源于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的需求度是不一样的，以及怎么去衡量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能不能说我活得很幸福，能不能得到一个满足感，其实两个人的标准线是不同的。那么之前我有提到大 S 的命宫是贪狼星坐命，那其实他和小 S 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这个人非常的接地气，他是知道一些现实的东西是很重要的。那这是一个贪狼，就我们讲说游戏祸福主啊，他在这个世界想要的，他觉得吃喝玩乐，他觉得很帅很帅的帅哥啊，这些都是一个贪狼他认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那么作为小 S 来说，小 S 本身就是一个空宫，他的情绪状态就没有那么的稳定。那么他在外的样子呢，又是积月同梁这个组合里面天机加巨门的整个的感觉。其实小 S 内心更想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东西。其实物质你说他追求呢，他追求，但是他程度上其实并没有大 S 那么的就是去追求这个东西。他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他更希望内心的那种就是比如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会是那种你很关心我，你很爱我啊，亲亲抱抱举高高的这个状态。所以两个人衡量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其实更愿意去让大家这个女性的状态成为像大 S 这种，但是小 S 这种呢，你说她有错吗？她也没有错，她的需求就是一个稳定一点的家庭，一个大家内心得到一种爱的感觉的这个状态。那所以大家认为大 S 在追求真爱，但实际上我认为小 S 的很多委曲求全来自于就是这个格局里的人，他所想要的东西更加的偏向阴面的东西，就是更隐性的东西，不是很外露的。但是大 S 这个格局的呢，就是它是很外露的，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样子。那因为他们的需求度不一样，他希望他的生活变成一个更融洽、更和睦的样子，而不只仅仅于名利场。但是大 S 整体的状态会更名利的东西会更多一些，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架在他的身上，他的满足感就出来了。那其实真正的情绪上的东西呢，不是那么的容易影响到他的很多决策。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两姐妹就是她们的择偶观跟婚姻观真正差异化在哪？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的身宫，她们两个人最注重的地方。那很巧她俩的身宫其实都是落在了迁移宫。那其实姐妹俩都是很要面子的那种，很希望别人看到她们生活很好的这种女生的心态。那我觉得其实小 S 的很多大家不能理解的行为，以及大 S 就是为什么离了婚要马上去官宣跟这个光头哥那其实我觉得他俩在外人面前其实有一点暗暗较劲的状态，因为两个人都不想自己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大家看很多综艺节目里面他们两个人说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带着这个谁也不想丢脸的这个状态去走的。那基于两个人都非常要面子，那其实婚姻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面子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就分别看他们两个人的夫妻宫大 S 是贪狼坐命，那我们讲说一个贪狼的女孩子桃花又非常旺长得又很美，而且又特别爱玩。那么她的夫妻宫其实是廉贞化忌加天府，那廉贞整体的感觉就是在控制她，让她不舒服。那我们所说的缘分浅，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两个人各玩各的。那本身贪狼想让一个贪狼的女孩子收心相夫教子，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再反观一下小 S， 小 S 命宫本身是一个空宫，那其实如果不是徐亚军，其实可能换另外一个人成为她的丈夫，她也依旧会是被主导、被带领的状态，就是去配合别人的人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家有的时候会为她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不是一个空宫你怎么能知道一个空宫的人对情感的需求呢？那么她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主导她、带领她，并且照顾她。那我们看她夫妻宫是一个空宫，那我们就要接对宫的样子。那她对宫呢，其实是做太阳、太阴化权、文昌加文曲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样子。她真正期待想找的另一半，其实是因为我们讲说太阳是父星，太阴是母星，那就是一个无论在阳面还是在阴面都很照顾你、不停歇的那种。同样带昌曲的话，也是一个生活中跟工作中的助力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一个空宫的女孩子，如果她的夫妻宫也是空宫的话，那注定这段关系会波动性非常大，而且你不好去把控。
大 S 的这种性格呢，让大家觉得啊，敢爱敢恨啊，非常的果敢。其实还是那句话，来自于他命宫的东西啊，他有主心骨，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一条啊主线在的。那其实小 S 的这种呢，他也不是软弱，他只是更希望去依靠一个其他样子的人啊，他不管这个人其实是好还是不好，他不愿意去放手。那么大 S 在这段婚姻里面呢，其实他会更想得到名利以及外在的光鲜。那么小 S 呢，在想要外在光鲜，别人不能把他看扁的同时，更需要的是一些真正精神层次的交流。就我觉得，大 S 这个婚姻如果是靠一些物质支撑或者名利支撑的话，其实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因为他会找到其他的方式去填补他内心想要的东西。但是小 S 整个的状态就想在婚姻中要的更多那名利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情绪被满足和情感被满足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边。那最后呢，我还是来一首送给他们两个人的打油诗，也是2023年的第1首：西元西地命不同，需求欲望几人懂？若是求得真情郎，姐妹不再眼哭红。好吧，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解明星命盘其实是一个新的开拓的形式。那我把姐妹两个人的这个盘放在这边，那之前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形式，也希望呢大家对于这种形式，如果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欢迎积极留言给我。如果有朋友对于明年的运势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我之前上条做的癸卯年的兔年的运势。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